之前有朋友留言说他们家的梨多到吃不完，想让我分享梨的做法，所以今天我就分享2道甜食，一个甜汤，一个甜品。先把梨清洗干净，加入食盐，因为等一下我们要带皮吃，所以我们用食盐给它搓干净，因为表面都会有蜡，朋友们应该都知道。现在我们先来做比较适合秋天喝的一款甜汤，把梨切成小块，这个可以给老公吃，不要浪费啊！直接装入砂锅里面。这是我提前1个半小时泡的银耳，现在我们把它的根部剪掉。银耳里面的杂质比较多，所以我们要多清洗2遍。再把银耳撕成小朵，加入到砂锅里面。最近我们泉州这边也降温了，有没有朋友跟我一样，突然发现衣柜里面没有什么厚衣服穿了？所以在降温的时候一定要多注意身体，可以多煲一下这样子的汤来喝，非常不错。加入清水，盖住银耳即可。盖上盖子，大火烧开。烧开过后，可以根据自己的甜度加入冰糖，加入适量的百合跟红枣。小火给它炖40分钟。如果家里面没有黄冰糖了，也可以用白冰糖。像我们加入那个百合是为了安神的，家里面的老人也可以多喝这种甜品。剩下的这2个梨，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甜品，真的家里面的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吃。同样把梨切小块，加入到破壁机里面，加入100毫升清水，打成汁。把汁过滤出来，锅中先不用开火，倒入350克梨汁，250克纯牛奶，40克白砂糖，先把白糖搅至融化。融化过后，倒入60克玉米淀粉，全程一定要小火搅拌。朋友们，加淀粉的比例就是10比1。你的液体如果是600克，像我今天加的是600克，那我就是60克的淀粉。搅了大概3分钟，开始变得这样子比较稠了，再继续搅个1-2分钟。这是差不多搅了5分钟的状态，开始冒这样子的大气泡了，就可以关火。我们直接这样子给它放凉，等一下再来处理。加入1小把洗净的枸杞，差不多再给它炖个5分钟就可以开喝了。模具里面我们铺一层桂柚子，等一下好脱模。放凉后倒入模具里面，用汤匙抚平整，等一下出来的效果才好看。表面我们盖一层保鲜膜，放冰箱冷藏2个小时就可以开吃了。现在我们准备给它脱模，这个保鲜膜可以2次利用，给它铺在菜板上，直接倒扣。然后用刀给它切成4方形。朋友们，刀最好是沾一点水，比较好切。最后在表面再裹上一层椰蓉。朋友们，这些边角料就给老公吃，千万不要浪费了。我丁丁嘛，叮叮叮，丁丁，对，大，棒棒。这里还有一个啊，你里面超级多红枣。1、2、3、4、5个。对，你真是对我太好了。这边角料的味道也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本来没差，没有差哦，你是很自愿的，对不对？稠一点有什么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回来的时候，你这个发型是谁给你扎的？我老师给我扎的。这么漂亮啊！我给你演示一下我的小白兔。小白兔是什么？
你没看到有2个吗？小白兔跳呀跳。就这样啊？对，你们老师说的是吗？不是，我自己学会的。